警察要求2名大学生当场提供他们的种子，并且交代要把流到外面的擦干净。小白满脸无奈，只能接过纸巾走去了一边。而俩人之所以被如此对待，都是因为一起奸尸案引起的。就在昨晚，男孩想要强上女孩时，竟突然发现草丛里躺着一具女尸。随后警察就赶到了校园，经过初步勘查，发现死者没有穿内裤，头部伤口有水泥碎屑，好像是被板砖拍死的。紧接着又在他的包里找到了学生证，竟是一名大2的学生。此时谁也没料到最后的真相究竟多变态。而后经过调查，警察们发现女生确实被性侵了，初步猜测是被石头砸死的，但凶器还在寻找中，而且死亡时她正处于醉酒状态，是在校篮球队的派对上喝醉的。由于线索实在太少，队长只是去找校方谈谈。随后警察来到学校，找到校长，想知道那晚派对上都有谁在。结果校长让他们去问女子服务会，因为篮球队的事务都是由他们包办的，会员都是一群热心的女学生。当警察询问死者秦恩的情况后，会长介绍她是明星女服务员，而参加派对的有球员、教练、女服务员等人，比较杂乱。至于秦恩那晚是几点离开的，会长也不知道，不过他猜测秦恩的室友肯定知道的更多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小伙恰巧来到，警察正好趁机向他提了些问题。原来他也是篮球队的，那晚当然也参加了派对。据他回忆，派对上小黑好像和秦恩不和，还对秦恩大吼大叫，秦恩被吼得哇哇大哭。随后警察就将小黑锁定为了嫌疑人，紧接着就来到篮球场找到了他。不知是不是心虚，小黑见了警察就想躲，可警察怎么会轻易放他离开？在进行了一番绵里藏针的威胁后，小黑不得不乖乖上了警车。这时他才着急大喊，我和秦恩是朋友，那你们俩为什么争吵？小黑解释，秦恩本是一个文雅女孩，但喝酒后就变了风格，我想带她离开，可她不肯，于是就争吵了起来。后来我就自己回家了，大约1点到家，妈妈正等着我，但警察怀疑小黑在说谎，想要他妈的电话求证。不料小黑竟称外省的阿姨病了，妈妈去探病了，至于在哪家医院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却全都不知道。既然回答不出来，警察只能将小黑带回所里等妈妈回来。随后警方又找到了秦恩的室友，哪知他已经退出女子服务会了。尽管那里薪酬丰厚，可是校方却暗示他们要取悦篮球队员，但秦恩很缺钱，所以一直留在会里。而这时警察找到了秦恩和男友的合照，室友确认了她有男友，却又称这是不允许的，因为女服务员的潜规则之一就是得随时可供亲热。接着室友又提到了一件反常的事，秦恩原本滴酒不沾，可自从2个月前球队夺冠庆祝了3天后，他就开始喝酒，失去了活力。警察很好奇转变的原因，但室友也不知道，不过建议去问下秦恩的父母。然而秦恩父母却一脸严肃，明显不愿意提这件事。最后父亲称是因为压力，但警察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。两人对视一眼后，这才说出了真正原因。Our girl was raped. That's what happened to her.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。虽然秦恩没有报案，但警察决定追查到底。而后校医证实秦恩是被某个篮球队员性侵的，但其余信息他就没有多说了。不料警察强调这是犯罪，希望校医重视。然而校医也很无奈。Look, 3 weeks after the rape, Jean didn't have her period. I mean, here's a girl who was happy as a lark, and all of a sudden she's facing an abortion. Her parents are in screaming denial. She has nightmares. She starts drinking heavily. I had my hands full, detective. 看来校医真的是帮不上忙了，而这个强奸犯很可能就是小黑。可在警察说出这件事后，小黑竟一点都没感到意外，因为当时的庆功会玩得太夸张了，但却否认是自己干的。当时两人还不认识呢，不料警察可不相信他，随后狠狠进行了一番威胁，哪知小黑竟稳如泰山，反过来还嘲讽警方办案不力。于是根据他的表现，基本可以判定小黑不是嫌犯，但该做的调查却一项也不能少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学校，据教授介绍，小黑不仅是明星球员，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。至于和秦恩的关系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接着警察询问班级里有没有调皮捣蛋的篮球队员，不用问肯定是有了，并且还是个熟人，他就是那天在女子服务会遇到的小白。警察又一口咬定小白性侵了秦恩，而且还是杀人凶手。小白当然不承认了，他自称那晚在派对上喝得烂醉，然后被保安带到警卫室睡了一整夜，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随后警探们回到派出所向队长做了汇报，他们认为小白就是性侵犯，可好像全校都知道，但却都闭口不提。由于这所大学也是队长的母校，队长十分了解其中的人情世故，于是亲自出马来找学校保安谈话。在他强大的威势下，保安最终没有顶住压力，承认做了伪证。那晚小白根本没在警卫室过夜。好了，剩下的就是确定这次的凶手是不是小白了。警察想尽快拿到秦恩的尸检报告，但法医太忙，只来得及观察了他体内的精液，发现嫌犯的种子量非常低。有了这个线索，只要将2名嫌犯的种子拿过来对比就行了。但这一要求首先遭到了校方的反对，可队长根本不惯着他们，抓紧破获命案才是第一要务。校方没办法，只能要求2人照做。于是警察把准备好的瓶子给了他们，不成想小白却声称做不到，哪知警察竟嘲笑他，难道和右手吵架了吗？这下小白再也没理由了，
只能乖乖照做。当然，小黑也不例外。不过他好像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果然，来到走廊后，小黑突然要说出真相。他承认和秦恩发生过关系。就在派对开始之前 ，We were just hanging out. All of a sudden, she kisses me. It's nice. She takes me by the hand. So you're just giving me a heads up that you're going to ID positive on this test? 哪知小黑竟肯定不会相符。警察疑惑为什么？ We used a condom. 又是出人意料，最终种子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两人的小蝌蚪都很健康，说明他们都不是最后性侵秦恩的人。而就在这时，小黑的妈妈也回来了，给儿子提供了完美不在场证明。这下警察再也没理由继续扣押了，只能将小黑暂且释放。而后警察又来到校园找了教授，想知道秦恩遇害后第二天谁来上课。哪知教授那天没有点名，记不清了。他让警察提几个名字好回忆一下。于是警察提到了小黑。He was there. Now that you mention it, he seemed distracted, as if he had a lot on his mind. It was a day of tragedy, but I don't remember him making one comment that morning. Was that odd for Chuck? Very odd. I just wrote it off as a hangover at the time. 不料教授的这条线索对案件提供了极大帮助，因为两人发现第一次找教授问话时，他称小黑是明星学生，现在竟又成了宿醉的懒散学生。He doesn't remember anybody who was in class until we bring him up. Suddenly remembers a whole lot of specifics. The guy keeps feeding us what we want to hear. 两人发觉教授肯定在掩饰什么，于是又来找了秦恩室友调查。他表示教授上课会不时盯着秦恩看，但好像不是暗送秋波，而且每次秦恩去图书馆，教授都会在那里；去书店他也会出现。对此，教授只是声称自己爱看书而已，并且这些都不犯法。但警察已经感觉教授有问题了。为了摸清他的老底，警察找到了最熟悉他的人校长，郑重向他声明教授的行为属于跟踪，是2级骚扰罪，如果有前科，那就是1级威胁他人罪。听了这话，校长这才不敢护短，坦白教授几年前曾性侵过女学生。就这样，教授又成了最大嫌疑人。而在警察赶往教授办公室途中，他们发现案发地正是教授每天上课的必经之路。当看到旁边的石柱后，泰勒突然明白凶器是什么了，紧接着就带着本森来到了一旁的楼梯。本森也明白泰勒想说秦恩被推到墙上，然后就这么撞死了。可有一点解释不通，尸体是在那边草丛里发现的，这边根本没有拖拽到那里的痕迹。而这时聪明的本森突然发现了什么，如果是教授从楼梯上将秦恩推下去，秦恩脑袋撞墙后，由于惯性再冲到草丛里就解释得通了。根据这个推测，两人赶紧来找了教授的秘书，经过一番说服教育，拿到了教授的行程表，竟发现上面有一段慢跑的起始点记录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慢跑的习惯。这时本森突然反应过来， This is Jean's schedule. His schedule was her schedule. 种种迹象越来越表明教授是凶手。于是两人马不停蹄赶到课上，二话不说就把教授逮捕了。接着一堆人开始对他进行了审问，可教授否认性侵了秦恩，也不承认把他从楼梯推下，因为那时秦恩已经死了。这可把警方搞懵了。最终教授坦白，那晚我在一旁偷看秦恩和小黑乱搞，完事后秦恩走出来，竟在最高阶一脚踩空。 She fell off her shoe, and down she went. I went to her, touched her. 检察官赶紧确认当时秦恩是否有脉搏，因为这涉及到是否杀人。不过教授确定秦恩死了。 I could tell she was dead, so I carried her into the garden. Why? Why? So I could make love to her. 没想到秦恩竟是自己意外摔死的，而后才遭到了性侵。因为没有目击者，所以定不了教授杀人罪，只能判个侮辱尸体罪，顶多只关1年，而且可能缓刑。可是检察官很不服气，决定起诉教授3项轻罪，包括妨碍调查和破坏案发现场。每项轻罪都判1年的话，保证教授会被关进牢房。至此，案件也算是完全告破了。